台灣有幾個女鬼，老一輩的人一定聽過。林投姐為了負心漢，上吊死在林投樹下，死後化鬼追殺前夫，追到他跳井才罷手。月眉池女鬼，苗栗的水邊傳說，溺死的女子在月圓夜出沒，專門找落單的男人。伊仔姑，鹿港的童養媳被虐待死了，變成少女們半夜召喚問世的神靈。這些名字你多少聽過幾個？但有一個名字比他們都更冤，也更真實。他的故事不只是坊間流傳，而是被清朝官員一字一句寫進了正式文獻。他叫陳守娘，他的冤魂甚至讓廣澤尊王親自出手，至少民間是這樣說的，而且還打不贏。大家好，我是小明，歡迎回到藝海路。道光年間，台南府城東安坊金廳巷，就是現在台南青年路東菜市場那一帶，很普通的一條巷子。早上賣菜，下午曬衣服，鄰居都認識彼此，誰家煮什麼菜，隔壁都聞得到。陳守娘就住在這裡，她丈夫林壽死得早，留下她一個人跟婆家住在一起。那個年代，丈夫死了，寡婦只有兩條路：改嫁或者守節。守節就是這輩子不嫁第二個人，替死去的丈夫守着那個忠字。守娘選了守節。好，問題來了，她婆婆是個什麼樣的人？說難聽一點，就是那種眼睛只看得到錢，嘴巴從來不說好話的人。守節在她眼裡等於白白損失一筆聘金，改嫁才能讓家裡多一口飯吃。小姑更絕，年紀輕輕，心眼卻深，平常最愛在婆婆面前說守娘的壞話，添油加醋，把守娘說得一文不值。守娘多吃一口飯，她都能扯出3個理由說守娘不對。這兩個人湊在一起，守娘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冷言冷語是基本，3餐故意少給，出門做事回來還要被找茬。守娘身上常常有新的淤青，但她咬牙忍着，每天晚上在夫君靈位前燒一炷香，低聲說：“我守得住。”然後現屬的木客出現了。先解釋一下，木客不是名字，是職位。說白話就是縣令私下雇來幫忙辦事的人，有點像現在的私人顧問，不是正式官員，所以沒有朝廷管束他，卻常常比官員更有辦法，更有靠山。這種人有錢有勢，又沒有人管得到他。這個木客看上了守娘，暗地裡拿錢賄賂婆姑，叫他們幫忙逼守娘就範。木客要的是人，不是他的命，但守娘死都不從。婆姑威脅過，凌虐過，軟的硬的全用上了，守娘一個字都沒有鬆口。那一夜，積怨加上逼迫，婆姑直接失控了。2個人把守娘按在廳堂的長凳上，繩索綁死，還塞了布條不讓她出聲，然後拿起錐子刺進她身體最隱私的地方。守娘就這樣死了，眼睛還睜着，望向門外那一條窄窄的天空。木客沒有叫他們殺人，但人就這樣死了。他趁亂脫身，悄悄消失了。這不是我亂說的，有白紙黑字。清朝咸豐2年，也就是1852年，一個叫劉家謀的官員把這件事一字一句寫進了海因詩裡。他當時擔任台灣府儒學訓導，就住在台南府城，是親眼見過這個時代的人。他寫：母女共負守娘於凳，以錐刺其下體而斃。就這樣一句話，把那個夜晚全部壓縮進去了。你敢信嗎？這是真實發生過的事。守娘弟弟趕來，看見姐姐的狀況，立刻去報官。縣令來驗屍，看了一眼說無傷，就這2個字，想把整件事壓下去。你想想看，守娘身上是什麼狀況？被錐子刺死的，傷口在最私密的地方，血早就染透了衣物和凳腳。這種傷，只要眼睛沒瞎的人走進去，不可能說無傷。縣令不是眼睛有問題，是他知道木客是誰，知道這件事背後有人，說了有傷，自己也要跟着倒霉，所以他選擇閉眼。結果街坊鄰居們不幹了，消息一傳出去，整條巷子的人全衝出來。守娘被欺負這麼久，大家都看在眼裡，忍着沒說。現在人死了，官府還說無傷，這口氣誰咽得下去？人越聚越多，直接衝上去把縣令的官叫砸個稀爛。
那具無傷就這樣被石塊和拳頭砸回去了。官府扛不住，案子重新審理，上報府道。連鴻後來在台灣通史裡把這段記得更清楚。婆姑最終被判死刑，用他們2條命換守娘一個遲來的公道。他甚至把縣令的名字直接寫出來：王廷幹。府城老百姓給他留下一句俗語：王廷幹沒錢無看案，意思是沒有錢他連案子都不看。不過後來學者查過王廷幹的履歷，發現他這輩子從來沒有擔任過台灣縣知縣，時間根本對不上，所以這個名字是不是真的他，現在還是個謎。有時候歷史記下了一個名字，卻記錯了人，但那句俗語留下來了，提醒每一個府城人，這種事曾經真實發生過。那個木刻呢，從頭到尾沒有被官府抓到，他悄悄消失在府城的人海裡，繼續過着他有權有勢的日子。好，案子結了，婆姑伏法了。照理說，故事應該到這裡結束，但守娘沒有要結束。守娘就這樣草草埋在山仔尾。海英詩裡記的就是這個地名。那片地方本來就是窮人、孤魂、死得不體面的人被扔進去的地方，無主的、沒人認領的、死法說不清楚的，都往那裡放。婆家是殺他的人，不可能替他辦喪事。娘家的弟弟出來報官，但上葬這件事在那個年代，夫家說了算。沒有碑，沒有名字，沒有人多問一句，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然後府城的夜晚開始不一樣了。何家謀在海英詩裡只寫了6個字：屢作靈異，祈禱者無虛日。6個字說的是靈異頻傳，每天都有人去祭拜，但民間口傳的版本說得更具體。府城一帶開始出現物品無故飛動，夜半有叫喊聲不絕於耳。最離奇的是那些小販，每到黃昏會有一個穿全身素白衣服的女子來買東西，安安靜靜付了錢就走。但隔天早上一看，那些錢全部變成了紙錢，連府衙都沒有逃過。夜半有不明聲響在衙門裡亂竄，官差人心惶惶。最後官府找了個借口，說附近要讓部隊練兵，把整個府衙搬遷走了。等等，你沒聽錯，堂堂官府被一個女鬼嚇到搬家。就連日治時代日本學者向良吉哉在台南州慈廟明鑑裡記錄永華宮的嚴格，也特別寫下，因陳守娘幽靈出現，導致附近居民受驚，信奉廣澤尊王者日增，遂提議建廟。連日本人的官方文獻都把這件事當作真實發生過的事情寫下來。那個木刻，民間說他也沒有逃過。這段沒有文獻記載，是府城人一代一代口傳下來的說法，但他們寧願相信是真的。據稱某天他獨自在家，突然感覺有什麼東西掐住了他的脖子，怎麼掙扎都掙不開。最後他吐出“守娘擾命”4個字，氣就斷了。官府的手抓不到他，但守娘的手可以。3個人都死了，但守娘沒有散。報仇這件事對他來說從來不是重點。你說婆姑死了，木刻也死了，守娘應該可以走了吧？他這輩子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他守節，他拒絕，他抵抗到最後一口氣。但這個世間給他的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土堆，埋在府城最邊緣的亂葬崗裡。殺他的人死了，但從來沒有人正式承認他是對的。這才是他走不掉的原因，不是恨，是不甘心。一個人做對了所有事，卻死得像一個罪人，埋得像一個無名之人。這種冤比任何詛咒都重，也不是報復幾個人就能消的。接下來這段沒有文獻寫，全靠府城人一代一代口傳下來。士紳們真的沒辦法了，去永華宮請廣澤尊王出面。廣澤尊王在府城是什麼等級？地方上最有分量的神明之一，傳說他16歲得道升天，法力極強，府城大大小小的邪祟沒有他壓不住的。結果這次壓不住，傳說他化作紅光出現在府城上空，跟守娘的青光正面對上，紅光烈，青光重，纏鬥了好幾天，沒有分出勝負。你可能會問，為什麼連廣澤尊王都拿他沒辦法？因為守娘的怨不是普通的怨。法力可以壓住惡靈，但壓不住一個從來沒有做錯事卻得不到世間承認的冤屈。這種怨壓下去還會再冒出來。最後是觀音出面調停，
民間傳說裡，觀音說他的冤有道理，不能硬壓，要給他一個真正的交代。廣澤尊王打不贏一個女人的怨氣。民間這樣說不是貶低神明，而是在說有一種冤，連神都要讓3分。最終議定，守娘的牌位進入結孝祠，讓她的名字被人記住，香火永續。朝廷用親保節烈4個字，正式告訴天下人，他沒有錯。那一刻，他才真正放下。這塊牌位現在還在。你去台南，走進孔廟，找到裡面的結孝祠，往右邊那排牌位看過去，從南邊數第2個位置，上面寫着親保、節烈、義名人、靈壽妻、陳守娘神位。親保是朝廷表彰的意思，節烈是守節烈女的意思，靈壽妻是靈壽的妻子。就這樣一行字，把他這輩子壓縮成一個稱號。你站在那塊牌位前，想一下他死的那個夜晚，再看一下這行字，這個交代夠嗎？台南孔廟平日開放參觀，免費入場。結孝祠就在廟的內部，工作人員可以指引你找到。如果你去了，歡迎在留言告訴我，你站在那塊牌位前，心裡在想什麼。守娘這個故事最恐怖的地方，不是清光，不是錐子，不是婆姑，是那句無傷。明明看見了，明明知道，還說無傷。那個缺口是人自己開的。你敢說從那個年代到現在，看見了，知道了，卻選擇沒看見，這件事已經消失了。守娘在府城的清光可能早就散了，但那種感覺，你懂的。我是小明，如果這個故事讓你想到什麼，歡迎在留言跟我說。記得訂閱藝海路，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次見。